凌兄与柳小姐定了亲，阿婉姑娘那边怎么办？定阿婉姑亲？娘性子倔，恐怕不愿为人妾室。这恐怕由不得她。她那样的身世，给我做妾已是高攀，更何况她跟我这么多年，还有谁愿意娶她？不知阿婉姑娘抱起来感觉如何呀？不可言传。那还忍得住不动真格？凌兄，你可真沉得住气，不是怕人家姑娘赖上你吧？我竟信了你的话，当初说舍不得唐突了我，其实只是怕我赖上你。那丞相之女柳小姐呢？比起阿婉姑娘，谁更胜一筹？若烟不同，她是大家闺秀，岂容你们背后偏袒？林彦辰，我与你相恋10年，在你心里，我竟如此不堪。彦辰，这是阿婉，你爹在路上捡来的孤儿，从今往后，她便是你妹妹了。世间竟有糯米团子般的妹妹，可真好看。给，这是我最爱吃的桂花栗子，你尝尝看甜不甜？很甜。阿婉，你为什么一定要挂在最高处呢？因为我想让天地神灵都看到我的心愿，保佑我们朝朝暮暮，一生一世。你呀，等你及笄，我便八抬大轿娶你为妻，一生一世，朝朝暮暮。好，我等你。阿婉，阿婉，我舍不得唐突，最好的心意，不想留到我们真正大婚的那一天。小姐，宫里的御前总管来找您，您快回屋吧。宫里怎会有人找我？您就是阿婉姑娘？正是小女。大人，这是做什么？可算是找到您了。您是我朝开国功臣霍将军流落在外的千金，他15年前为国捐躯，陛下继位后一直在找您的踪迹。此为双差，当年霍将军保护您逃离战火，将另外一差给了您，他却……小姐，我想起来了，是阿爹护我，我才活了下来。陛下一直在暗中寻找您，没想到您这10年来是被灵府收养。陛下未尝霍将军护国之功，愿封您为贵嫔，不受冤屈。小姐，太好了，您终于知道身世了。我苦寻佳人多年，多谢您前来相告。不过入宫这件事，您可是有什么顾虑吗？灵府养育我10年，对我有恩，我还要再考虑一下。小姐可以放心，陛下为嘉奖灵府功劳，已决定升凌家长子凌彦辰为督察院廷尉。您不必担心未能报答养育之恩。多谢，也请您在我考虑清楚之前，先切莫对外宣布我的身份。是。小姐，怎么了？为何寻得身世还如此愁眉不展？因为与表少爷的婚事吗？他的确是要成亲了，只是他要娶的并不是我，而是丞相之女柳若冰，要纳我为妾。莲儿早就听闻那柳家小姐不是个好相遇的，与其留在这里委曲求全，倒不如入宫做娘娘。说到底还是表姑娘的错，招惹了姑娘，又转头另娶他人，也该叫她也尝尝被人抛弃的滋味。春日宴，绿酒一杯歌一遍，一愿郎君千岁，二愿妾身长健，三愿如同梁上燕，岁岁常相见。灵府养育我10年，我与你相恋时，既然同心配碎成3瓣，那就再给你3次机会。若3次用尽，你我此生不见。书房里怎么没人？林彦辰去哪儿了？西域红宝石，难道是我误会他了？但为何只有8颗？阿婉，说好的生辰礼呢？再不拿出来，我的生辰可要过去了。阿婉，说好的生辰礼呢？再不拿出来，我的生辰可要过去了。莫不是怕耽误前程？手笨，搞砸了。这手哪里笨了，分明灵巧得很。阿婉，有样礼物送你，是我特地在西域寻来的。西域红宝石，难道是我误会他了？我竟以为那条红宝石项链是送给我的，在你眼里，原来我只配得上边角料。
阿婉，怎么了？不喜欢吗？你想要什么告诉我，我都给你买好吗？表兄就要成亲了，日后还是给柳姑娘买礼物吧。你知道了。阿婉，你别胡思乱想。若烟是高门大户养出来的嫡女，自然容得下你。待我成婚后，便禀明母亲纳了你，你我一切都不会变。一切都不会变吗？当然，我一直在为你谋划，只是得先委屈你。待日后有了子嗣，我再抬你做贵妾。在你眼里纳我为妾，仿佛就是天大的恩典。若我不愿做妾呢？你怎么会不愿意呢？这是我为你想的最好的出路了。况且你这么爱我，你知道我有多在意你。阿婉，我都这般低声下气了，你还想怎样？只要我们相爱，妻妾又有何区别？既然没有区别，为何不能娶我为妻？阿婉，我竟不知你何时变得这般肤浅。你与后院那些只知争宠夺位的女人有什么两样？你口口声声说要娶我，难道都是假的吗？昨日皇上升我做督察院廷议了，日后若还想平步青云，怎能娶一个没名没姓的女子？所以你就想攀上丞相的高枝，好飞黄腾达？你怎么这么不懂事？你自己好好想想吧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主5年，是5年前我们搬入京城那一年。柳若烟赠林彦辰，携手2载，矢志不渝。柳若烟赠林彦辰，携手3载，团团圆白头。柳若烟赠林彦辰，携手5载，娶安妻。林彦辰，原来你不是突然变心，而是早已暗通曲造，背着我在一起5年，那这5年我又算什么？小姐，您为何要来月华寺？这不是您与表少爷定情之地吗？我想再看看寺里那棵千年月桂树。阿婉，传说这棵月桂树可以保佑有情人终成眷属。我林彦辰在此树下起誓，一辈子对你好，绝不背叛。好，彦辰哥哥，那你可不许背着我偷偷同别的女子来哦，被我发现就永远不理你了。好。小姐，我来帮你找吧。不用，莲儿，我亲手挂上的祈福牌，想自己拿下来。是，小姐，莲儿陪着你。林彦辰，柳若烟，白头偕老，永结同心。小姐，笔墨未干，还是个新牌子。曾经信誓旦旦要与我共白头的男子，却早已与他人两心同。这是若烟，多亏了岳丈大人对我的提醒，不然陛下哪能这般快升我做督察院廷议？彦辰，只要你不忘记我父亲的提携之恩就好，也只有我才能帮得上你。若烟，你放心，我林彦辰保证对你永不变心。可是京中皆知你府里住着个没爹没娘的阿婉，我听说那个孤女娇俏可人的很，不是我这样的名门后害能够比得上的。若烟，你别误会，她不过是个孤女，以她的身份给你提携都不配。你这样的高门贵女才配做我林彦辰唯一的妻。我眼中的两情相悦，怎么就成了你口中的狐媚功夫？下月初1，我便娶你过门。下月初1，也就是我的及笄之日。你口口声声说娶我的日子，要娶的却是别人。林彦辰，你只有最后一次机会。你何时也学会跟踪这种伎俩？我家小姐没有跟踪。我为何要跟踪你？这就是你府里的那个小孤女吧？对你还真是死缠烂打啊！怎么会在你这里？哦，她碍着我的牌子了。彦辰说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，我就给扯下来了。阿婉，还不给若烟行礼？她马上就是灵府的女主人了，日后你是要给她奉茶的。表兄还请慎言。阿婉虽身份低微，却从未有给他人奉妾室茶的打算。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京城谁人不知？这会儿又清高给谁看？阿婉的婚事
自有父母做主，不用表兄费心。父母？你还有父母？我爹娘收养了你，那是你三生有幸。表少爷，我们小姐与你一同长大，你怎可如此侮辱她？莲儿说错了什么？你凭什么打她？不过是个丫鬟，敢和我顶嘴，我一个巴掌都打少了。燕晨，我不是那等没有眼界的闺阁女子。若渊，还是你知书达理。虽然她身份卑微，做个烧火丫鬟都勉强，但看在你的情面上，我愿意抬她做个贵妾。若渊，我就知道你最懂事，我们别理他。走，我带你去珍宝阁，给你挑成婚时的凤冠。好，你说好要带我去吃城东花婆的桂花炒栗的。好。林燕晨，从此你我恩断义绝，两不相欠。小姐，莲儿，带我给宫里回话，我愿意。是。陛下，阿婉姑娘说她愿意入宫。真的吗？好，好，那便下月初1给朕备下10里红装万千珍宝，朕要风风光光迎阿婉入宫。是。不知道阿婉还能不能认出朕来？你说要娶我，我便一针一线缝完这件嫁衣，本想穿上它高高兴兴嫁给你，如今看来了。看来阿婉已经不生气了。阿婉，先前是我混账，你不生气便好。若烟毕竟是丞相千金，在外总要顾及她的颜面。她是丞相千金，而我只是孤女，自然不能和她相提并论。阿婉，林家看着光鲜，内里却早已破败不堪。我也要为家族考虑，我想你肯定能明白我的难处。借着丞相家的东风，燕晨哥哥才能凌云直上，儿女情长不打紧，最重要是仕途亨通。阿婉，我就知道你是最懂我的人，要不是丞相，皇上怎会如此快提拔我？这嫁衣的颜色不太适合你，是吗？你着红的确好看，但不合规矩。你是我的妾室，只能穿粉色。在你心里，能为你穿上大红嫁衣的人是柳若烟，而我无权无势，只配为妾。你放心，等我纳你进门时，一定命人再做一身天底下最美的嫁衣，如烟有的，你一样都不会少。我想嫁的人已经死了，这嫁衣再美也用不着，本就不是什么贵重的衣服，那便扔了。这绣娘的手艺着实不错。阿婉，既然你用不上，那便给若轩吧。我与她成婚仓促，这件嫁衣正好能为她添妆。的确是件精心缝制的嫁衣。柳姑娘看见必定喜欢。阿婉，还是你懂事，这叫我怎能不怜惜你呢？对了，差点就忘了，阿婉，这是我刚买的桂花炒栗，尝尝。你再等等，等我纳你入门，我们便能一生一世朝朝。他柳如烟吃剩的冷饭才拿给我，迟到的深情比草芥，我再也不会等你的空头承诺了。真是辛苦你了，陪柳姑娘游玩还想着我。不辛苦，你高兴就好。那我先走了，忙完再来看你。知道了。莲儿，帮我扔了。是小姐，方才宫里传话来，下月初1辰时便来接您进宫。好，林燕晨，你既无情，我便休心。从今往后，桥归桥，路归路，死生不见。去准备吧。小姐，这嫁衣可是陛下御赐，世间任何嫁衣都比不上。办好今日差事，皇上必然少不了赏赐，都仔细着点儿。这些价值连城的珍宝，可都是送给婉培娘娘的，摔坏了你们小命难保。是奴才们谨记。走去灵府接婉培娘娘入宫。是奴才们恭迎婉培娘娘入宫。小姐，吉时已到。走。是。小姐，姑爷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我们走吧。姑娘出阁，小姐出嫁。
这是谁家娶亲如此风光？看样子是去灵府的路。丞相大人竟然如此手笔，十里红妆送女出嫁，大家快去看呀！走喽！今日我家公子迎接柳丞相嫡女，洒喜堂，众瞻喜气。恭喜林公子，贺喜啊！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。燕晨，怎么不见阿婉姑娘？她不会在今日闹事吧？放心，她只是发发小脾气，还不是被我哄好，愿意做妾了。我这就去接若轩。姑娘出阁。燕晨，你不是说都安抚好了吗？今日我迎柳小姐进门，你一身喜服又是闹哪出？回去！今日出阁，我不嫁你，为何回去？胡说什么？你不嫁我还能嫁谁？愣着干嘛？快把她拉回去，闭门思过。姑娘，快回去吧，不然少爷该生气了。是啊，少爷还要去接若烟小姐了，可别耽误了吉时啊。这就是林家收养的孤女吧？没想到她如此不识好歹，一切都是林家给的，勾引林少爷，现在还敢贪图夫人之位。就是他身份卑微，怎能与丞相嫡女相提并论？连做暖房丫头都是抬举他，还敢当众比亲？林少爷有情有义，宠爱妹妹，谁人不知？却不想是养了只白眼狼在家，想毁掉他与柳小姐的婚事。老爷不好了，灵府的阿婉姑娘穿嫁衣拦下了林少爷，要逼亲。什么？慌什么？说清楚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姑娘，得罪了。放肆！我说过了，我的夫君不是你，还请表兄放心。阿婉，你不要再胡闹了！你就算再怎样闹，我都不会娶你的。少爷，怎么了？慌慌张张的，成何体统？丞相和柳小姐那边等你不到，他们要过来了。什么？没想到阿婉姑娘如此蛮横，今日竟然还要威逼燕晨。柳小姐若看见这一幕，该怎么收场？阿婉，你想要的我都给你了，为何还如此贪心，非破坏我与若言的婚事不可？来人，给我扒下她的嫁衣，给她带回去。今日我是不会娶你的，嫁衣脱了，赶快给我回去。小姐，快住手！小姐可是要嫁给少……起轿到！小姐来了，是不是家有好戏看了？燕晨，难道你真要娶她吗？若仙怎么可能呢？我要娶的人一直都是你啊，都是他在这里胡搅蛮缠，我正要让人把他带回去。若烟才是我的正妻，你往后嫁给我为妾，必须学会尊敬若烟。我若不嫁，又何谈尊敬？这满京城谁不知道你一门心思想嫁给燕晨哥哥？一个孤女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我是丞相之女，你怎配与我争？柳小姐说的对，不自量力。你怎知我要与你争他林燕晨的宠爱？不过是一个背信弃义的男人，弃了又何妨？你别逞强了，你今日一袭红妆，不为燕琛又能为谁？不做妾，还想做平妻，和我平起平坐不成？我阿婉不屑捡别人不要的骨头啃，我既知他是见风使舵的脏肠烂肚之辈，怎还愿与他有半分瓜葛？只会恶心罢了。阿婉，你在说什么胡话？这是我为你精心准备的生辰礼，喜欢吗？不过已被我摔了。什么破烂玩意儿？这种东西我刘府要多少有多少，你竟拿得出手？我给了你3次机会，偿还林府收养我的10年恩情。你说什么？可惜，也幸好你没珍惜。如今你我缘尽，永不相见。你不嫁我还能嫁谁？我年纪轻轻便深受皇恩，放眼京城，谁能和我林燕晨相比？纵然你封侯拜相，我嫁鸡嫁不会多看你一眼。你放肆！林大人，看看清楚，这位可是皇上御旨亲封的婉培娘娘。放肆！
林大人看看清楚，这位可是皇上亲封的婉妃娘娘。你说什么？众人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灵府灵婉德容兼备，温良恭俭，淑德有加。朕特册封灵婉为婉嫔，钦此。林婉接旨。原来不是林婉高攀了林公子，竟然是林公子高攀了林婉啊！没错，就算柳姑娘是宰相之女，身份尊贵，但哪里能比得过皇妃啊？这下可尴尬了。总管大人，林婉来历不明，身份卑微，给燕臣当小妾都不配，怎有资格入宫为妃？不可能，林婉是我府上收养的孤女，从未进宫过，皇上怎么会看上她？什么孤女？阿婉姑娘可是霍将军流落在外的遗孤。我们姑娘早已寻回了身世，是为了你才一直留在灵府，不然怎还会有你今天羞辱她的机会？阿婉，你早就知道了却不告诉我。对，我早就知道了我的身世，也早就知道皇上要让我入宫。我早点和你说，你就会放弃柳若烟娶我吗？林大人，若我不是霍将军之女，你只会觉得给你做妾都是最好的出路。你看中的不是我，而是我霍氏的门第，不用在这虚情假意，假装深情。燕臣，他们都是在演戏给你看。我爹说大将军一家早就战死沙场，霍将军之女怎么可能还活着？对，阿婉自幼病弱，怎么会是将军之女？我看一定是阿婉姑娘勾引了陛下，逼着陛下接她入宫。大胆！柳姑娘再敢口出狂言，诬陷婉嫔娘娘，奴才就要让人给您掌嘴了。总管大人息怒，小女子只是怕陛下被这狐妹子迷惑了。柳姑娘不分青红皂白，造谣人的能耐倒是了得。你自己爱抢别人的东西，就要把天下人都想成得这么脏吗？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是霍将军之女？冒认此等尊贵的身份可是大罪！你污蔑皇妃，质疑圣上，就不是大罪吗？我看是谁要治我女儿的罪。丞相大人，参见丞相大人。都起来吧。岳丈大人怎么来了？听说有人敢阻拦我们家若烟的婚事，我看看到底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。爹爹，就是他。我当是哪个不要命的？你一个没名没姓的养女，到底是谁给你的胆子拦亲？今日是我出阁之日，是你们拦了我的路。丞相大人，这位阿婉姑娘乃是开国功勋霍将军遗孤，陛下宅心仁厚，特封其为婉嫔。今日是进宫之日。哼，什么遗孤？前几日来找燕臣商议他与若英的婚事，分明看见他凌婉的婢女送你出府，狼狈为奸，欺瞒圣上，才是死罪一条。况且皇上前日还取消了选秀之事，怎会又将什么婉妃迎入宫中？陛下，选秀仪式臣妾已筹备妥当，您看何时需要召他们入宫呢？不必了，朕前朝忙碌，本就不常来后宫，朕并无选秀之心。是，我与皇后倒是白忙活了。我看呐，就是这个孤女伺机接近皇上，然后用一些下三滥的招式引诱了皇上。还请柳姑娘不要血口喷人，我可没有柳姑娘这等厉害的本事。够了，阿婉，你是何时开始接近皇上的？蛊惑皇上，你可知罪？笑话，我从未蛊惑过皇上，何罪之有？你先是当众拦亲，后又撒谎自己是霍将军之女，被揭穿还不肯承认，你还要不要脸面？我不要脸。你与我相恋10年，又背着我和柳若烟偷情，你答应今天娶我，转头却娶了柳若烟让我做妾，究竟是谁不要脸？不要再说了。不说，我偏要揭穿你。你亲手扔掉我们的祈福牌，挂上你和柳若烟的，还把我挑灯熬夜亲自缝制的嫁衣给了他柳若烟。你说什么？我这身嫁衣明明是燕臣找遍全京城为我买的。怎么？要不你现在问问他。燕臣，他没告诉你吗？前日他来找我说，等娶了你就纳我入门，然后拿走了我的嫁衣。笑话！这嫁衣的纹路线脚，恐怕全京城最好的绣娘都难以相张，更别提你这个小小的灵府养女。这嫁衣看着就工艺复杂，寻常人哪有这等手艺？就是，方才说自己是霍将军之女，现在又说这嫁衣是自己做的，真是大言不惭。这嫁衣就是我家小姐亲手缝的。怎么，阿婉姑娘是看我这身凤冠霞下眼红，想占为己有，都不惜编瞎话。下贱之人果然是撒谎成生。阿婉，你虽平日会些针线活，但这嫁衣绝非你能做出的，不要说大话了。你又能证明这就是你买的？我不需要证明，这就是我找遍京城买的。小姐日日熬夜缝嫁衣，手上都被针线划破了。表少爷，你怎么敢做不敢当？你一个小丫鬟还敢质问主子？我看你是活腻了。这嫁衣的袖口里我亲手缝了一个婉字，不信的话你们大可以看看。好，
我倒要看看你要嘴硬到何时。真的有字。燕晨，你不是说这是找遍全京城买到的吗？怎么会有婉字？林燕晨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给丞相府千金穿别人的嫁衣！岳丈大人息怒，小婿实在是被逼无奈啊！都怪你！若不是你日日缠着我，怎会害得我没有时间给若烟置办嫁衣？明明是你自己惜才，拿走了我不要的嫁衣。难道就是因为我当日会说你着红不合规矩，所以你嫉妒若烟，处处使绊子？我会为了你嫉妒她？我说的有何问题？你就是不配穿红嫁衣，若烟才是我的正妻，只有她才配为我着红。别以为你耍这些花招我就愿意娶你了，我从头到尾都只想娶若烟一人为妻。罢了罢了，这嫁衣着实好看，穿在我身上也合适。那就多谢妹妹为我亲手缝制的嫁衣了。若烟，她一个妾室给正妻缝嫁衣是应该的，不用谢的。阿婉姑娘真是心灵手巧，日后留在府里能帮忙修补衣物，那真是再好不过的。岂有此理！柳姑娘怎可让娘娘为你缝衣？总管大人，我的事我自己来解决。你快回宫告知陛下情况，别让陛下久等。是。我本无意阻拦你们，但你们今日这般羞辱我，便休想继续穿着我的嫁衣成亲。你做什么？柳小姐若是瞧不上我这等低贱之人，那我的嫁衣脏了您的丁身子，可就不好了。看来阿婉姑娘怨气不浅啊！大婚之日嫁衣破损可是大凶之兆，阿婉姑娘还真是心狠手辣。对啊，我看她就是想让林公子和柳小姐婚事破败，鸡犬不宁。我盼着今日祝家盼了许久，没想到如今竟被毁了。反了天了！一个小小孤女也敢欺负到我女儿头上，我看你是活腻了！来人，把她给我抓起来！动我家小姐！莲儿，这干什么？这可是婉嫔娘娘！小姐，放开我家小姐！快把婉嫔娘娘放开！区丫鬟，竟敢无礼！哼！岳丈大人息怒，别叫我岳丈，我看你们灵府根本就没有把我们丞相府放在眼里。竟敢为一个孤女忤逆我！林某不敢，不敢！你们府的养女都敢毁了丞相千金的婚事，你今日若不好好管教，我们两家的心事就此作罢！千万不可！好啊，既然不想悔婚，那就让我看看你的诚意。都怪你3番5次阻挠我和柳小姐的婚事，还胆大包天划破婚符，你可知错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我没错。好。那我只能加法伺候了。来人！皇上，怎么了？李公公去灵府接婉妃，怎么还没回来？回禀陛下，今日柳丞相之女柳若烟嫁入灵府，林大人与柳小姐不信娘娘是霍将军之女起了争执，耽误了时间。什么？朕亲自去接婉妃回宫。林大人，阿婉姑娘可是婉嫔娘娘，怎可如此对待？总管大人，她伪造信物，蛊惑皇上，当众拦亲，怎可能配嫁给皇上？你快护住总管大人，别误伤了。莲儿，把这个丫鬟拉走。小姐，接着打呀！燕晨，若英好害怕。若英哪里受过这般委屈？林彦辰，你好好想想，你的官职不想要了吗？林大人前几日升官，可是皇上看在灵府养育阿婉姑娘的面子上赏赐的，莫要自误啊！笑话！若不是我在皇上面前美言，皇上怎会给林彦辰升官？皇上，臣考察诸多新科进死良久，唯有林彦辰超拔众人，可堪大任。哦，他既也颇得你亲眼相待。也，陛下是说您也早看中林彦辰为人吗？哈哈，算是吧。那就听你所言，给他都尉一职。谢皇上。总管大人总是向着阿婉姑娘说话，莫不是也被她蛊惑了吧？柳姑娘别含血喷人！
总管大人怕不是收受了什么贿赂，才如此帮这个孤女吧？你们污蔑我可以，不要伤及旁人。好啊，还不快动手！娘娘，娘娘，小姐，放肆！谁敢动我的人？拜见皇上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臣妾参见陛下。免礼。他就是夏朝太子，快抓住他！阿爹，找到了！不好，是大夏霍将军，快撤！没事了，太子殿下，你快跟我回去吧。谢谢你。太子殿下，陛下。丞相，你来说道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陛下，这个女子冒充是霍将军之女，招摇撞骗，还和太监总管狼狈为奸，企图欺君，请陛下严惩。她本就是霍将军之女，也是朕要纳她入宫，何来欺君之说？难道你觉得朕糊涂到会被蒙骗？臣不敢。丞相方才倒是对朕的婉嫔印象的很，怎么如今又不敢了？臣实在是不知实情，才会糊涂至此，冒犯婉妃娘娘，都怪臣莽撞，都是臣的错。既如此，就将你罚俸1年，以为赎罪。是，谢皇上隆恩。陛下，是臣有眼无珠，臣误会了阿婉。不，婉嫔娘娘，请您不要错怪丞相大人。你的官都是朕看到嫔人的面子上升的，你有什么资格对婉嫔无礼？朕看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。是臣无知，是臣无耻，臣知罪了，请陛下和婉嫔娘娘开恩。既然知错，朕也不得不罚，赏你50大板，心中可服？多谢皇上不杀之恩。陛下，婉婉，朕带你回宫。吉时已到，婉嫔入宫。婉婉，我们到皇宫了，一会儿你我便要结为夫妻了。皇上，阿婉愿尽心侍奉，愿天下国泰民安。1拜天地，2拜高堂，新人对拜。莲儿，你的伤没事，方才我已经包扎过了。你受这么重的伤，还来给我送亲，辛苦了。小姐，能亲眼看你出嫁，莲儿真高兴。不过，莲儿以后不能叫你小姐了，要叫你娘娘才对呢。你呀，就知道打趣我。见过陛下。先退下吧。是。臣妾见过陛下。与我不必多礼，婉婉，没想到我们还能再相遇。托皇上的福，皇上天色也晚了，妾帮你一并更衣你吧。笨蛋，还是我来替你更衣吧。陛下，这是什么？听说民间的寻常夫妻都会在新婚之夜燃一对龙凤花烛，直到天明。朕也想与你像夫妻一样点烛。皇上有心了。朕一会儿去上早朝，你先去宁寿宫里给太后问安吧。好。臣妾见过太后娘娘，见过皇后娘娘。起来吧。婉嫔在宫中可还习惯？回太后，宫中龙脉汇聚，藏风聚气，对臣妾再好不过了。太好了，本宫平日一个人实在是无聊，妹妹如今嫁入宫中，我们也能做个伴儿，一起伺候皇上。婉嫔初来宫中，还不懂宫里的规矩，有什么不懂的就向皇后请教。是。既然太后让我教你，那便先从行礼开始吧。方才你行礼的姿势不太对，再做一次。是，多谢皇后娘娘教导。手应该放在这里，再往下蹲一点。好，
保持住。皇后做什么呢？本宫给皇上请安。皇上，方才本宫在教导婉妹妹如何行礼呢。阿婉自小在西域长大，朕也不愿她为宫中礼仪所束缚。皇后不必教了，跟我走。太后娘娘、皇后娘娘，臣妾先行告退。既然太后让我教你，那便先从行礼开始吧。方才你行礼的姿势不太对，再做一次。多谢皇后娘娘教导。手应该放在这里，再往下蹲一点。好，保持住。皇后做什么呢？本宫给皇上请安。皇上，方才本宫在教导婉妹妹如何行礼呢。阿婉自小在西域长大，朕也不愿她为宫中礼仪所束缚。皇后不必教了，跟我走。太后娘娘、皇后娘娘，臣妾先行告退。婉婉，朕命人把未央宫布置的与你规格一模一样，从今往后，这就是你的家。多谢皇上，皇上对臣妾这般好，臣妾无以为报。朕不需要你报答。昨日你没吃什么东西，听莲儿说你喜欢吃栗子糕，来，尝一尝。陛下，臣妾今日没有胃口，吃不下了。婉婉还有什么别的爱吃的，朕亲自去给你做。皇上您是万岁之躯，怎可下厨呢？皇上，你的手怎么了？朕在御膳房做栗子糕的时候不小心烫到的，没事，朕多做几次就会了。皇上做的真好吃，比我吃过的所有栗子糕都好吃。婉婉可想家，明日你可以出宫省亲。好，正好臣妾想把府里的东西带回宫中。好，朕让内务府安排车驾护卫，你想带什么都随你。听说今日是婉嫔娘娘回家省亲之日，林家人早早就在门口迎接了。可不嘛，这以前小小的养女，现在可是他们高攀不起的贵嫔了。听说凌氏此前还想娶婉嫔娘娘为妾呢，真是痴心妄想。恭迎婉嫔娘娘回府。婉嫔娘娘在宫中过得可习惯？无论怎样，都比在灵府过得好。怎么了？燕晨，忘了告诉你了，前几日府医告诉我怀孕了。凌婉啊凌婉，当上贵嫔又如何？你心爱的男人不还是我的？倒是恭喜凌世子和柳姑娘有后了。我只愿与燕晨一生一世一双人，若是要与旁人争夺他的宠爱，这样的日子……柳姑娘，同为女子，我自然也希望夫君最爱之人是我，而不是总对别的女子有所牵挂。柳姑娘，你说对吗？天色已晚，我要在此停歇一晚，明日回宫，正好收拾一下从前的东西，应该也不会再有机会来了。凌世子深夜不睡来我这里，不合规矩。外面这般冷，难道就不请我进去坐坐？凌世子请回吧，你我如今身份有别，这样只会引来些不必要的麻烦。我看是你早就盼到皇上高枝，把我当成傻子耍。凌世子想想清楚，是你先背弃誓言，搭上丞相千金的东风，现在又来指责我。阿婉，我们相识10年，我一直为你筹谋，为什么你不能为我的前途让一让步呢？凌烟尘，你可真够自私的。你难道忘记了我们在月华寺相约一生一世，朝朝暮暮？你还曾说要在我及逼之日娶我，可不是还另娶他人？是谁先毁了誓言？难道还有资格来指责我吗？可我从未想过和你分离，你也说非我不嫁。过去的事我早已放下了，何必再纠缠？我不相信，我们相恋10年，你心里怎会没有我了？阿婉，你看，我们再给彼此一次机会。
从头再来好不好？我们早就回不去了。皇上，你怎么来了？婉婉，朕想你了。今日无事，正好接你回宫。昨日没有人找你麻烦吧？没有，有皇上在，没人敢找我麻烦。婉嫔娘娘，在宫中照顾好自己。今日我把屋里的东西都带走，此后不会再踏入灵府半步了。好，我们走。起驾！皇后娘娘，您可要为我做主啊！那个林婉就算走了，还是勾引我的燕晨哥哥。他何尝不是我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？如今独得圣宠，前日皇上还为他驳斥了我，没准哪天他就登上我的皇后宝座了。皇后娘娘，您不必忧虑，我已经想到了将他打垮的法子了。哦，好，那本宫就交由你去做，你可不要让本宫失望啊！皇后娘娘放心，臣女这次一定让他翻不了身，以泄我们心头之恨。林大人，这是宫里传来的信。宫里怎会传信给我？这是阿婉的字迹，阿婉肯原谅我了。燕晨，皇后娘娘特召我今日助宫叙旧，你要不要一同前去？皇后娘娘怎会突然召你入宫？我们柳家与皇后娘娘乃是世交，我与皇后娘娘处好关系，对你的仕途也有帮助啊。燕晨，皇后娘娘也想见见你。好，那我陪你一起进宫。燕晨，天冷，喝杯热茶吧。好。马车已在候着了，我们出发吧。参见婉嫔娘娘。起来吧，你有何事？皇上今日政务繁麻，特派我来传话，邀请娘娘今晚虚时来观星台相见，说有惊喜要给娘娘。惊喜？我知道了，奴婢告退。婉嫔娘娘，这是皇后娘娘赏赐的饼饵，是她亲手做的，后宫们每位娘娘都有一份。多谢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说了，要我回话各位娘娘觉得口味如何，还请婉嫔娘娘尝尝。皇后娘娘亲自劳作体恤六宫，本宫感念于心，既有此意，本宫自当遵从。怎么样？放心吧，我亲眼看着燕晨去了观星台的方向，他喝了，今日一定不会出错的。好，今日定要让婉嫔当众失仪，再也没有机会翻身。皇上，有一事，臣妾不知道当不当讲，私事体大，臣妾拿不定主意，还请皇上裁夺。皇后什么时候也会拐弯抹角了？究竟是什么事？若仙，你说。柳若烟，怎么是你？你有什么话要说？皇上息怒，臣妇今日与燕晨入宫给皇后谢恩，却发现他和婉嫔一起去了观星台。婉嫔不会如此，一定是你看错了。臣妇怎会以燕晨前途做赌注陷害婉妃？我以性命担保，绝没看错。陛下知人善察，但宫中规矩森严，外臣与妃嫔私下相见，难免惹人非议。臣妾为后宫安稳，不得不前来禀报。林婉并非行事莽撞之人，其中恐有误会。皇上，太后，您怎么来了？哀家也听闻此事，宫规在前，妃嫔私会外臣乃是大忌，此事绝不能姑息。也罢，朕亲自前去一探究竟。若真是有人扰乱宫规，定当依法处置。陛下您听，里面果然动静不小。燕晨，你这个女人是谁？清代，怎么是你？婉嫔呢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皇宫之内，居然敢行此等苟且之事！来人，给我把两人拖下去！是，传我旨谕，林彦辰在宫内不守礼仪，给我罢免他的多位一职。皇上，您听我解释啊！婉嫔呢？哀家亲眼看到她来了观星塔，怎会有错？太后娘娘，臣妾在这里。皇上、皇后、太后，这是怎么了？你怎么在这里？阿婉，你方才在何处？回皇上皇后，观星塔与未央宫相邻不远，臣妾晚上睡不着觉，听见动静才想来查看一下。不可能！我亲眼看见你和一个男子进了观星塔，你为何污蔑？我家娘娘方才一直在宫里，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闭嘴！
你造谣后宫嫔妃，可知罪？皇上饶命，或许是我看错了。拉下去掌嘴，逐出宫去。朕想和婉嫔单独说两句话，皇后不妨先扶太后回宫吧。是。对不起，阿婉，我刚才竟然怀疑你，以后无论发生任何事，我都会永远相信你。臣妾定不会辜负皇上。陛下，陛下，阿婉，我好热，好难受，热。娘娘，没事。今日不是皇上邀我去观星台，看来是皇后想要害我。刚才赐给我的饼饵里恐怕有东西，还好我感觉不对，把东西吐了。现在我们拿它怎么办？既然皇后有心，那我们便将计就计，看看她究竟想要干什么。林大人，娘娘，阿婉，你回来了，我好想你。阿婉这一道一言不发，莫非是生朕的气了？阿婉，阿婉，这是怎么了？来人，宣太医！太医，婉嫔没事吧？恭喜陛下，婉嫔娘娘有喜了，真是太好了！这是朕的第一个孩子，朕要举办春日宫宴，庆贺阿婉怀胎，邀全朝大臣一起庆贺。参见婉嫔娘娘。微臣参见陛下。参见婉嫔娘娘。凌世子和凌夫人先进去坐吧。是。皇上，凌夫人她……阿婉，此前柳若烟和丞相多番为难你，我对丞相已有不满。有朝中人又向朕参了柳丞相贪污救灾款，朕查探之下，果然查出柳丞相贪污之事。没想到丞相不连灾民们的救命钱都要贪污。丞相现已被押入大牢，难怪他们二人看起来疲惫了许多。婉婉，朕这样对凌烟尘，你介意吗？皇上，臣妾那日离开灵府，就决心与灵府恩断义绝。凌烟尘的事早就与我无关了。好，来的人也差不多了，我们入座吃饭吧。众卿，共饮此杯。多谢皇上的邀请，微臣敬您一杯。皇上都多年未曾举办过这么大型的宫宴了，今日一定是有大喜事要宣布，才邀请大家的吧？爱卿猜的没错，朕今日确有大事宣布。前几日太医检查出婉嫔已有身孕，朕实在是高兴，特邀众爱卿与朕共享此喜。臣等恭贺皇上，恭贺婉嫔娘娘怀有龙子，福泽绵长，福赐安康。凌爱卿为何不站起来？凌爱卿为何不站？烟尘，陛下莫怪，微臣只是一时未反应过来。祝贺皇上，祝贺婉嫔娘娘喜得龙子。罢了，朕还要宣布一件喜事。婉嫔温公叔良，又怀子有功，朕册封她为婉贵妃。没错，婉嫔此番是我们皇室的功臣，哀家要嘉奖你，特让臣妾谢过太后，谢过皇上。恭贺婉娘娘千岁！多用些，你现在是一个人吃，2个人补。皇上，婉贵妃着实是谢太后娘娘，竟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晋升贵妃啊！太后也对她多年都无子嗣，婉贵妃怀的可是皇上的第一个孩子，受人传了。是啊。婉婉，朕明日要前去江南调查丞相贪污一案，你独自在宫里好好的。好，皇上，臣妾等你回来。娘娘，这几日天凉，我去取些炭来烧上炉子吧。好。莲儿，怎么回事？娘娘，我也不知道，这是我昨日从挂炉局领回来的锦炭啊。这不是锦炭，明明只是厨房烧火用的木炭，
所以起宴。这几日我们宫中的吃穿用度都拿赐的给我们，这些奴才怎么敢这么对贵妃？罢了，皇上不在宫中，应该是皇后娘娘指使他们克扣我们宫中用度。娘娘，您都发烧了。皇后娘娘驾到！皇后娘娘万安，起来吧。妹妹最近怎么样？身子可还好些？托皇后娘娘的福，最近一切很好。年轻就是好啊。本宫近几日头风发作，头疼的要命。皇后娘娘统领6宫事务繁忙，一定要注意身体。近几日皇上不在宫中，又赶上先帝忌日，本宫确实过于繁忙了。皇后娘娘奉体抱恙，若是忙不过来，妹妹可以帮忙分担。那真是太好了。婉妹妹若是无事的话，今晚可以帮我去祠堂给先帝守夜吗？可是臣妾愿意帮皇后娘娘解忧。太谢谢妹妹了，你简直是帮了本宫一个大忙。皇后娘娘不必客气，能帮皇后娘娘分忧是我的荣幸。对了，记得准备上猪头鱼肉一些贡品供上。是。那本宫先回去了，妹妹先忙。恭送皇后娘娘。凌晏晨传进宫了没有？娘娘放心，都按您的吩咐，让他晚上就去祠堂。哼，婉嫔，前番皇上在此，怎么都护你周全，我看这次还有谁能保得住你？娘娘，您自己还在生病，为何还要帮皇后娘娘去守夜？皇后娘娘这个样子，是一定要让我去守夜的，我推辞有什么用？守夜肯定很冷，那莲儿去给娘娘备一身厚衣裳。好，再帮我去准备好先帝的贡品。是。娘娘，莲儿按您说的准备好了这些贡品。前朝举行祭典活动，焕云叫我去帮忙，您一个人可以吗？你快去帮忙吧，我自己在这里守着就行。是。太后娘娘万福金安。大胆！是谁准备的这些贡品？大胆！是谁准备的这些贡品？太后息怒，是我准备的。这些有什么问题吗？今日可是先帝的忌日，你不知道先帝生前只吃素吗？准备这些贡品，你安的什么心？太后娘娘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不知道先帝只吃素。婉贵妃，恐怕是皇帝最近太过宠你，让你恃宠而骄了。阿婉愿接受一切惩罚。那你今夜就跪在先帝灵位前，先帝什么时候原谅你，你什么时候起来。怎么样，太后看见贡品了吗？看见了，太后大发雷霆，还罚婉贵妃跪在祠堂里。好，我们就乘胜追击，让她永远也翻不了身。阿婉，你怎么脸色怎么这样差？你怎么在这里？我今日来宫中参见先帝祭典，听说太后大发雷霆，让你在皇家祠堂罚跪，特意来看你。我不想见到你，你走吧。阿婉，你这样跪一夜哪里守得住？你把这个护膝带上。我不需要，你快离开吧。阿婉，你别犟了。太后，婉嫔一直在此为您供奉香火，为先帝祭典做准备，真是好孝心啊。先前哀家还对婉嫔有误会，不过她还真是个好孩子，不枉我这么疼她。请。婉嫔，你在干什么？婉嫔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先帝灵碑前私混！皇后娘娘，你误会了，我们二人并无关系。没有关系，你们二人都被我逮了个正着，还敢狡辩！我和婉嫔只是恰好碰见。方才你们二人拉拉扯扯，当我眼瞎吗？太后明鉴，我们并未做任何越矩行为。皇后娘娘，你先是明知先帝吃素，却骗我上错贡品，现在又无中生有，想害死我！我不知我是哪里得罪你了。婉贵妃，明明是你自己的错误，还要怪在我身上，你还不承认你与林晏琛私通吗？我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没做过的事情我不会承认的。婉贵妃胆敢做出此等大不敬之事，我看你是不想活了！来人，给我拿下！见过皇上。皇上，您怎么这么早就回宫了？我赶回来主持先帝忌日，宫里一切安康。微臣听说皇后抓到婉贵妃与他人私通，正在祠堂处置。什么？快带我过去！太后娘娘，都怪臣妾对后宫疏于管理，这才让婉贵妃竟做出此等苟且之事。皇后，这不怪你，是婉贵妃不知廉耻。娘娘，放手！你们怎敢如此对贵妃娘娘？莲儿，你怎么来了？娘娘，我听
为您这边出事了，立马赶了过来，一定是坏人故意支开我，他们早就想陷害您了。演贵妃宫里的人看来都不怎么懂规矩。太后冤枉，臣妾并未做过此事，还请太后明鉴。我和皇后亲眼所见，还能冤枉你们不成？太后娘娘误会了，我对婉贵妃心存敬畏，不敢染指。你入宫前，全京城都知道你与灵府凌彦辰相恋10载，你们旧情未了，还敢玷污皇家祠堂？那只是从前的事，我和凌彦辰早就断掉关系了。你说断掉就断掉，你何以证明？我能证明。太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，臣女是凌彦辰的妻子，我可以证明凌彦辰与婉贵妃余情未了。柳若烟，那日婉贵妃回府省亲，我亲眼见到凌彦辰半夜去了婉贵妃的屋里。你胡说！太后，她在骗人，不要相信她。婉贵妃，事已至此，你还不承认？你这肚子里的孩子不会是和凌彦辰的吧？你们诬陷我，我的孩子怎么会不是皇上的？大胆！还敢狡辩！我如此看重你，你竟然玷污龙裔！太后，我肚子里真的是皇家血脉。太后娘娘，婉贵妃真的是被冤枉的，您不要听信了他人谗言啊！来人，给我杖毙！都给我住手！皇上，放肆！谁敢对婉贵妃动手？不要命了吗？皇上，臣妾真的和凌彦池没有半分关系，你相信臣妾。臣和贵妃的确清清白白。阿婉，你我之间何必解释？我相信你。皇上，贵妃无事宫规，与外臣私下相见，臣妾也是按规矩办事。臣妾既是后宫之主，就有清正公义之责。绝无可能！婉贵妃的人品，朕还会不知道吗？皇上，你怎可对皇后如此疾言厉言？我看这凌婉本就是个祸国妖妃。母后，婉贵妃绝非是狐媚惑主之人，您误会了。皇后有何证据证明婉贵妃有不轨之事？况且按规矩，恐怕是你蓄意设局，故意乱报贡品，引外人前来，借鉴陷害贵妃吧。皇后不会以为朕离开皇宫，就对宫里的事就一无所热了吧？臣妾冤枉啊！皇帝，难道你觉得哀家也老糊涂到信错人吗？儿子并无此意，但婉嫔回去省亲之时，朕身边的护卫亦有暗中保护跟随。婉嫔清清白白，和凌彦池并未发生苟且松事，这孩子就是朕的。当真是龙裔？朕为婉嫔作保。皇上，臣妇亲眼所见，绝非诬陷。住口！在朕面前还敢顶嘴！皇上，柳夫人只是实话实说，哪怕是家丑，亦可以入宫禀告。皇上为何不信他？朕知道婉婉，相信他。无论如何风言风语，朕只知道他绝不会背叛朕。皇上饶命，都是皇后！哪里来的疯妇，也敢叛变本宫？来人，把这疯妇给我带下去！皇后，你不能抛弃臣妇啊！皇上，臣妾糊涂，听信小人谗言，冤枉了婉贵妃，臣妾自请受罚。皇后年岁渐长，有终日思虑，难免出错。是，臣妾知错。那便好生静养，暂时统领后宫之权，交于婉贵妃。皇上，好了，朕已经决定了，无需多言。太后，你要为臣妾做主啊！臣妾真的不知情，你劝劝皇上。皇后，哀家在意的是龙裔，谁敢动龙胎，谁便是和哀家作对。柳若烟此事，哀家还要继续去调查清楚，你不必再说。阿婉，都是朕的错，独留你在宫中，让你受苦了。千万别这么说，我现在没事了，我们的孩子没事就好。皇上，我年岁尚轻，恐怕担不起打理六宫之权的重任。阿婉，朕忙于丞相贪污一案，只希望你能将后宫打理好，免除朕后顾之忧的只有你。你能明白朕吗？好。陛下，我和凌彦之真的没有半点关系。不用解释，朕永远相信你。那栽赃冤枉的柳若烟已被关押，而且朕此番离宫，已经调查出柳丞相的确乃贪污一案主谋。柳丞相竟如此胆大包天！柳丞相在前朝作恶，柳若烟搅乱后宫，实在是罪无可恕。朕明日便亲自去丞相府颁旨抄家，
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。臣妾已然无恙，明日陪您一起去。好，朕也想让你亲眼看看欺负栽赃你的人能有什么后场。朕的婉婉，没人可以伤害。从大牢里走了一遭，看样子皇上应该是还没有找到证据，应该还能再拖几天。等去江南的货船回来了，我就带着若烟跑。天高皇帝远，我不信到了江南还能抓到我。老爷，皇上来了！柳丞相，你见到朕很害怕吗？天子为重，臣不敢不惶恐。柳丞相话说得好听，却不把朕放在眼里啊！看清楚，这是朕亲自去问出来的重臣共主，你竟然敢在朕眼皮子底下贪污受贿、操弄权术，你是不想活了吗？微臣不敢，微臣不敢！陛下，一定是有人栽赃微臣，微臣在朝为官多年，怎会如此糊涂啊？糊涂不糊涂，柳丞相自己心里清楚。如今朕既然来了，一搜便知道了。搜！这里全都是你收受他人贿赂的往来书信，还有什么话可说？陛下，陛下！这是我阿爹阿娘定情的同心片，这就是我阿爹阿娘的玉佩。婉言，你怎么了？这是当年我阿爹阿娘的定情信物。我们霍家有一个传统，成亲前会亲手做一个同心玉佩给爱人，祈愿两人相守一生，不离不弃。陛下，这个同心玉就是我阿爹阿娘的，我从小就看着它挂在我爹身上的。阿婉，你确定吗？我确定，陛下。但是怎会在丞相手中？难道我阿爹阿娘的死和丞相有关？婉婉，你放心，朕一定派人彻查此事，给你一个交代，给霍将军一个交代。陛下，若我阿爹阿娘的死还有隐情，请您一定让臣妾知道真相。婉婉，你放心。娘娘，宫外穆家派人辗转送来密信，说是事态紧急，望您仔细查看。原来柳家是这么倒台的，当年的旧事还是被翻出来了。当年霍将军战死西域，是柳丞相联合我族暗中泄露军机。多年前还是小太子时的皇上行踪，也是柳家联合我穆家刻意泄露。谁成想霍将军竟然把他救回来了。娘娘，如今柳家大势已切，咱们只需闭门不出，装作一无所知便可。谈何容易？皇上心思缜密，追查旧案向来一查到底。我与柳家似有姻亲，往日又多有往来，只怕迟早会查到我的头上。若是当年之事被公之于众，我这后位乃至整个家族都将万劫不复。传令下去，往后宫中任何人提及柳氏一族，都要立刻回禀。从今日起，闭门静养，不再与柳家有半分牵扯。陛下，这个同心佩是爹娘留给我的唯一念想了。想来，当年若不是柳丞相通敌泄密，我的父母也不会惨死沙场，我更不会自幼漂泊流离。朕早已下令彻查霍将军旧案，如今柳丞相落网，所有蛛丝马迹都会逐一查清，定霍将军满门清白，不让忠魂蒙冤。有陛下这句话，我便安心了。这几日朕会带着人手梳理刘府查抄的卷宗与物证，你身怀龙翼，安心在宫中休养，不必操劳。娘娘，你还好吗？这场追查不会就此止步的。陛下，属下梳理所有密信与人证口供后发现，柳丞相通敌、泄露太子行踪这两桩大案，并非他一人所为。柳氏背后还有外戚势力暗中相助，而这股势力正是皇后的母族。朕早有察觉，皇后多年来与柳家往来过密，原来根源在此。陛下，人证物证俱全，皇后母族深度参与旧案，按照国法，理应一并彻查。先不要声张，将所有证据整理成册，朕亲自去与皇后对质。她身居后位，本该母仪天下，却暗中包庇罪臣，牵连家国，实在辜负朕的信任。皇上驾到！皇后，你且看看这些东西。通敌外族，泄露朕当年的行踪，你的穆氏一族全程参与，你当真一无所知？陛下，臣妾知晓部分往来，却不知他们犯下如此滔天大罪。臣妾一时身居后位，不以江山社稷为重，反而包庇罪臣，纵容家族为非作歹，后宫之主，你已然不配。陛下，
求您看在多年情分上，饶过臣妾母足一次。国法如山，容不得私情。即日起，废去你的皇后之位，迁居冷宫，静思死过，交由三司会诊，依法处置。陛下操劳国事，快歇歇吧。当年柳丞相和穆氏一族为了钱权，故意将霍将军战术情况透露给匈奴，导致霍将军被埋伏。原来我爹娘的死不是天灾，而是人祸。这同心癖恐怕就是匈奴人不知低细，在霍将军死后洗劫军营窃走，又混入财宝中，到了柳丞相手里。若不是他们，我爹娘不会死，我也不会在外流落10年。你放心，阿婉，他害了霍将军，害你从小孤苦无息，朕已下令，明日午时将其抄斩。霍将军九泉之下也可心安了。多谢陛下。如今柳家皇后一族皆已依法处置，当年陷害霍将军的旧案彻底了结。查抄刘府所得金银、田产、珍宝数量庞大，这些财物如今交由你处置。陛下，这些都是国库赃款，理应由朝廷统一安排。臣妾一介后宫妇人，怎敢擅自做主？你心怀仁善，见识远胜常人，交于你分配，朕信得过。况且这些种种，本来也离不开你的发现。陛下，臣妾自幼父母双亡，流落街头，尝尽了饥寒交迫、无依无靠的苦楚。后来幸得林家收留，虽往后缘分牵薄，可当年他们给了我一处安身之所，让我得以衣食无忧。这份恩情，臣妾一直记在心里。如今手握这笔钱财，臣妾不愿将其团积库房。天下还有许多像我当年一样失去双亲、四处流浪的稚童，他们吃不饱穿不暖，更没有读书识字的机会。臣妾斗胆恳请陛下从中拨出大半银两，在各地修建孩童庇护所。庇护所里备足衣食被褥，请先生教导孩子们读书明理，让天下孤童都能有一处容身之处，不必再颠沛流离。好，此念心怀天下，此辈大德，你的提议朕完全赞同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查抄柳氏逆党所得财物，谨遵婉贵妃林婉所请，化别巨款，于全国各州县修建孩童庇护所，收容流离孤幼，供给衣食，严请师长教校诗书礼义。林婉出身孤苦，却心怀苍生，体恤天下稚子，深明大义。朕感激其仁德，特下旨昭告天下，望四海之内共襄善举。钦此。吾皇圣明，贵妃娘娘仁心济世。这位贵妃娘娘真是心善，自己吃过苦，便想着救济天下流浪的孩子，实在难得，这才是真正的贵人啊！哦，怎么说？从前只知贵妃娘娘容貌出众，得陛下宠爱，如今才知晓她有这般宽广胸襟，这才是母仪天下的气度啊！后宫之中能放下荣华，心系寒门孤童，这般格局，寻常女子难及。林贵妃深明大义，心怀黎民，当为天下女子之表率，此等胸襟，便是许多男子也自愧不如。庇护所之事进展顺利，各地孩童皆有了安身之处，百姓无不感念你的恩德。如今后位空悬，后宫不可一日无主。你贤良淑德，心怀天下，又为皇家孕育子嗣，朕决定册封你为当朝皇后。陛下厚爱，臣妾愧不敢当。你担得起？自你入宫以来，品行端正，不恋权柄，一心皇善，有你执掌六宫，朕放心，天下百姓也会心悦诚服，则即日举行册封大典。贵妃娘娘，不，皇后娘娘，恭喜您荣登后位，这是天大的喜事啊！昔日漂泊无锡，如今得遇良人，能为天下孩童尽一份力，我此生已然无憾。瞧他睡得多香。如今霍将军冤案昭雪，恶人接受国法惩处，流离的孩子有了归宿，你也母仪天下。往后我们一家3口便守着这世道，安稳度日。臣妾能有今日，全赖陛下庇护。如今国泰民安，志宏有归，便是我最大的心愿。历经种种，我早已放下过往执念，只愿能与陛下一起护佑皇子长大，守护着天下百姓。我亲手做的，早就想拿给你了。只愿君心似我心，此生不负相思意。此生相守，不离不弃。